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我们要做第2期的大陆 YouTuber 答台湾网友问。自从做了第1期节目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很多台湾的朋友跟大陆的朋友都觉得能把误会解开，很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第2集。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台湾的网友了解的大陆跟真实的大陆有很大的差别，信息很不对称，所以才有了这个节目。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有最后一点想要声明一下，今天的我的所有回答都是基于我跟我朋友的观点以及观察，不能代表所有大陆人的观点，所以是仅供大家参考。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Alright，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台湾网友问，经常听到大陆网友称呼我们为弯弯。那弯弯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弯弯这个词语到底是好的称呼呢，还是不好的称呼呢？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去网上做了一些调查，还查阅了一些网站，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些人用弯弯来形容台湾的网友，是为了调侃跟讽刺他们对真实的大陆一无所知，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称呼。那第2种情况的话就好多了，一些大陆网友用弯弯来形容台湾网友，是为了表达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叠词在名称中使用的话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的。那之前不是也有大熊猫，大家说要把它们命名为弯弯露露嘛，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在这种情况下，那我无法确定说哪一种情况的人用的更多，哪一种情况的人用的更少，这个比例的话我在网上也查不到。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大陆的网友的话，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词语，因为毕竟会产生歧义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台湾网友的话，你看到别人称呼你为弯弯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语境，如果他的语境是很亲切、很善良、很温柔的话，你们就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呗。OK， 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问题。这位台湾网友问说，大陆人还觉得台湾人认为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吗？茶叶蛋这个梗好像永远过不去了，对不对？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一个台湾朋友告诉我，在台湾没有人觉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第一个问题解决。第2个问题，那在大陆呢，大多数人都知道台湾人不觉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那虽然在大陆有很多人觉得台湾的网友对大陆的了解的确不够，但是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台湾人不觉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听上去好拗口哦。最后这个茶叶蛋的梗会不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呢？会不会变成台湾的网友会不会觉得大陆的网友会不会觉得台湾的网友会不会觉得大陆的网友会不会觉得台湾的网友觉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呢？所以我们不要把交流停留在茶叶蛋这个身上好吗？没有谁觉得谁吃不起茶叶蛋 ，period， 结束。Alright，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台湾网友问说，大陆的课本有哪些关于台湾的内容？这个问题真的有很多的台湾网友问我，所以今天我把我能找到的课本全部都找出来了。那我发现大多数的内容都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就是说这些内容主要是针对小学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篇叫欢迎台湾小朋友，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哈。一只船扬白帆，飘呀飘呀到台湾，接来台湾小朋友到我学校玩一玩，伸出双手紧紧握，热情的话说不完。所以这篇课文主要是告诉大陆的小朋友，台湾的小朋友跟我们很亲近，对不对？营造出了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再来看下一篇啊，叫郑成功收复台湾。我给大家简单读一句吧。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再看下一篇文章，叫小帆船。我也给大家选读几句哈。捎封信儿去台湾，捎到阿里山，捎到日月潭，问候小同胞，告诉小伙伴，我们举办夏令营，欢迎大家来联欢。再看下一篇叫中秋节。8月15中秋节，欢欢喜喜团圆夜，月儿明，桂花香，大陆台湾两相望。下一篇叫日月潭，我给大家读一下。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的中部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很多名胜古迹。我们再看下一篇啊，这一篇叫台湾蝴蝶甲天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祖国的宝岛台湾，地处亚热带，雨水充足，气候温暖，一年四季草木常青，鲜花盛开，
非常适合蝴蝶的繁殖和生长。那差不多就这样了，我把我能找到的都展示给大家看了，也希望大家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小学课本里面到底有哪些关于台湾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同学说，大陆同性恋或双性恋违法吗？社会对于这类性向的人普遍接受程度高吗？首先呢，在大陆双性恋跟同性恋当然是不违法的，只是说同性恋的婚姻还没有合法化而已。那接受程度如何呢？我觉得年轻人普遍比老年人接受程度要高，然后大城市的人普遍比小城市的人接受程度要高。下一个问题呢，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他说，大陆的人大多数是怎么看待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呢？还有 Kevin 你是怎么看的呢？那对于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这件事情，我身边的大多数年轻人，包括我，都觉得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所以我们也都为台湾的这一点感到开心。同时我个人也希望大陆有朝一日可以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下一个问题，这位台湾网友问说，大陆人看得懂繁体字吗？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时候就做过一个长视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把链接放到详情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做了一整个视频来解释这个事情。那在这里我只讲结论好了，可以，大陆人可以看得懂繁体字。Alright， 下一个问题，这位台湾网友问说，大陆的打房成效如何呢？房价有变得比较合理吗？首先，控制房价的成效不是很好，然后房价完全没有变得比较合理。我就不举上海比较极端的例子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的房价非常贵，天价。我们就不聊上海了，我们聊一下南京。那在南京2018年的平均工资是7523块钱。那南京的市中心的房价是4万多，然后旁边一点呢是3万多，再旁边一点呢是2万多。那么就算买一套200万的房子吧，200万的房子在南京已经算非常普通了。那我们来算一下，你要多久才能付得起首付呢？你的7500块的工资，你每个月除去吃喝房租的话，你能存3000算不错了吧？那3000块每个月存起来，首付是30%，算你有社保，那也是60万，60万3000每个月，你要存多少年呢？也就是说你要存16年，你才可以付得起首付而已。付完首付之后，你每个月的按揭更多，所以到时候如果你的工资没有涨非常多的话，你可能连按揭都付不起。所以大家觉得房价合理吗？那今天的问答就到此为止了，希望我的回答呢，让大家对大陆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你对大陆有更多的问题的话，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记得转发和订阅，还有不要忘记旁边那个小铃铛，这样我每次更新的话，你就可以收到提醒了。最后我想再说一句，大家千万不要在留言区进行人身攻击跟地域攻击。如果你对别人进行攻击的话，我会把评论删除。希望大家和平交流。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Peace。